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那么一些人到医院里检查，什么指标都正常，医生说你没病，回家该吃吃该睡睡，但就是整个人很累，提不起劲来，精神涣散，做什么事都感觉隔着一层使不上力气，早晨起来就已经疲惫了，好像一整晚的睡眠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还有些人最近运气特别差，做生意亏钱，找工作不顺，家里也不太平，各种事情接连来，喘不过气，去庙里拜了，去算命先生那里算了，说犯了太岁，花了钱去化，结果还是一样不顺，甚至越来越乱。我在研究易经和中国文化几十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人。每次有人来找我诉苦，我都会先问他们同一个问题：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让你特别费劲的人？10个里面有9个愣住了，然后慢慢点点头。我告诉各位，很多时候你的这种状态不是因为身体真的出了毛病，也不是因为流年不利，命中注定，而是因为你身边出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。这个东西不是鬼，不是煞气，不是什么外部的灾星加身，而是人。有一种人看起来人畜无害，跟你称兄道弟，说起来掏心掏肺，但他就是一个隐形的能量吸血鬼。你跟他多说一句，就是在往外漏气；你跟他多纠缠1分钟，就是在给自己放血。你不懂得识别他，懂得远离他，你这辈子的精气神就被他悄悄地耗干了。你还一直在找其他原因，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真正的根源在哪里。但我先不直接告诉你这种人是什么样子，因为这样讲没有用，你听过就忘了。你先跟着我把背后的道理弄清楚，你才能真正看懂我后面讲的东西，才能把今天这堂课真正用到你的生命里去。问题出在哪里？漏气的水缸。各位朋友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同样是做生意，同样是打工，同样是经营家庭，为什么有些人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顺，而有些人越来越差，越来越累？很多人会说运气不一样，机会不一样，能力不一样，这些当然都有道理。但我观察了几十年，发现最根本的差别不在这些地方，而在一个人身上的精气神够不够。很多人以为身体差是因为没有好好休息，或者吃得不够补；运气不好是因为命里带着什么不好的东西，八字不行，流年不利，今年犯太岁，明年犯什么煞，于是就拼命去补，花钱买各种补品，人参燕窝买了一大堆，拼命去化，烧香拜佛，请人消灾解厄，结果花了钱，费了精力，越补越虚，越化越乱。为什么？因为找错了方向，根本没找到漏气的真正源头。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件事。人的精气神就像一口水缸，你身边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，就是在你缸底凿洞。你缸底有洞，再怎么往里灌，水也积不住。就算你灌得再快，流得也快，最终还是空的。那个洞不补好，你买再多补品，睡再多觉，拜再多菩萨，都是白费功夫，都是在做无用功。而很多人那个洞，就是他身边那些天天消耗他，天天拉低他能量的人。这个道理不弄清楚，你这辈子都在原地转圈，出不来。这话听起来很绝对，但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。
你身边那些越活越好的人，不一定是最努力，但一定是最懂得守住自己精气神的那一个。他们不一定比别人更聪明，不一定比别人更有机会，但他们有一种本事，就是懂得保护自己，懂得不把自己的气漏出去，懂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耗在不值得的地方，这就是他们越走越顺的真正秘密。二，老祖宗早就讲清楚了，感应之道。各位朋友，这个道理不是我发明的，我只是在重新解读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已经讲清楚的智慧。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咸卦。咸是什么意思？很多人以为咸是味道的咸，其实不是。这个咸字在古文里是感应的感，是感通、感受、相互感应的意思。咸卦讲的就是天地万物之间那种无形的感应力量，这种力量时时刻刻都在运作，无处不在，你看不见它，但它一直都在影响你。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，你跟什么气场的人在一起，你就会被那个气场所影响，就会慢慢变成那个气场的人。这不是你能靠意志力抗拒的，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，是感应之道。易经咸卦里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深刻，咸者感也，圣人感人心，而天下和平。这句话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感应是中性的，可以往好的方向感，也可以往坏的方向感。圣人用正气感化天下，天下就和平。但反过来，如果你把你的正气拿去跟负气的人长期感应，最后你的正气被他的负气同化了，你就变成了负气的人，还浑然不知，还以为是自己的命不好。这是咸卦给我们最重要的警示，不可以不谨慎。道德经里也讲，同类相聚，同气相求，这是宇宙运行的铁律。老子在几千年前就观察到了，总结出来留给后人。你往什么方向走，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过来。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，就能说明你自己目前处在什么样的能量场里。这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来的是你自己真实的状态。儒家经典里有一句话，我经常引用，因为他说的太到位了。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。与恶人居，如入鲍鱼之室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。这个化字是最关键的，你跟什么人待久了，你就变成什么人了，而且你自己还感觉不到，就像闻不到鲍鱼的臭味一样，已经慢慢的融入你的生命里。这不是说你意志力弱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不可违抗。所以孔子说，仁者必有勇，但他也说，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之？你住在哪里，你跟谁在一起，这是一个选择，也是一种智慧。你要改变命运，你先要改变圈子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但真正做到的人，10个里面超过2、3个。4种消耗你的人。那这种消耗你的人到底有哪几种？给各位分层来讲，讲完了你就会知道，原来这种人离你不远，也许就在你的左右。第一种是整天抱怨的人。各位朋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见面就说生活不好，社会不公，老板不行，朋友不义，什么都是别人的错，什么都是外部环境的问题，嘴巴里永远充斥着负面的东西，他自己从来没有错，从来不去反思，从来不想改变，就是不断的抱怨，不断的倒苦水，把周围所有人都当成了他情绪的垃圾桶。
我认识一位老张，在台湾做了20几年生意，做事很有一套，待人也很热心。有一年公司里来了个新合伙人，这个人口才极好，能说会道，见面第一天就跟老张大倒苦水，说自己怀才不遇，说以前的公司太黑暗，说现在的社会对他不公平，说自己这辈子运气一直很差。老张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觉得这个人挺可怜，就一直陪他聊，宽慰他，给他讲道理。后来每次见面都是如此，一聊就是2、3个小时，有时候还半夜打电话来，专门找老张倾诉。老张从来没有拒绝过，总是耐心的听，耐心的劝。结果呢，老张跟我讲，他发现自己每次跟这个人谈完话以后，都会觉得特别疲惫，心里压抑，提不起精神来，就像被人从身体里抽走了什么东西一样，空空的。以前做事很有冲劲，慢慢变得迟疑不决。以前对未来很有信心，慢慢变得悲观。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，家里也开始出现各种小摩擦。老张来找我，我跟他讲了一个比喻，你那个合伙人就是一个漩涡，他自己掉进去了，他不去自救，就往外吸人。你每次靠近他，就往里卷一点。你跟他纠缠越久，你陷得越深，最后你也出不来了。老张听完以后，调整了关系，慢慢减少了来往。没多久，他的状态就恢复了，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。你说这是不是很奇怪？老张什么都没变，没有换行业，没有换城市，就是少跟一个人纠缠，结果一切都好转了。这背后是什么道理？从五行的角度来讲，那种整天抱怨的人，气场是阴性的，是向下沉的，是漩涡状的。你靠近他，你的阳气就会被压制，就像一团火焰被放到密封的罐子里，氧气越来越少，火慢慢就熄灭了。火灭了，就是一个人精气神散掉了，什么都完了。道德经里讲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真正的修炼是不断的减少消耗，而不是一味的增加输入。我在课堂上经常讲，中国人的智慧不是加法，是减法。你把那些往下拉你的关系减掉，你的气自然就升上来了。这是减法的智慧，也是道德经最核心的道理之一。第二种是刺探你底牌的人。各位朋友，这种人比第一种更危险，因为他们很会伪装，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。见面很热情，嘴巴很甜，关心体贴，很快就能让你觉得他是你的知己，是这辈子难得遇到的真朋友。于是你开始把心里的话都讲给他听，家庭状况、财务情况、感情经历，以前犯过的错误、受过的委屈，心里最深的恐惧，最不为人知的软肋。你以为这是交真朋友，以为这是坦诚相待，其实你是在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出来，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对方面前。我常常说一句话，出门在外，身份是自己给的，你的神秘感就是你最好的保护色，也是你气场最重要的屏障。你让别人看不透你，他就不敢轻易动你，因为他不知道你有什么底牌，他不敢贸然出手。一旦你把弱点全部暴露出去，他潜意识里就会觉得你好欺负，好拿捏。关键时刻他一定会用这些东西来控制你，攻击你，让你下不了台。这就是人性，很残酷，但很真实，逃避不了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。三国时期有个才子叫杨修，才华确实很高，才思敏捷，在当时是公认的聪明人。但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，
就是太喜欢把自己的聪明摆出来，什么话都说，什么事都要表现自己看穿了。他猜透曹操的心思，不但不藏着，还到处说给人听，说曹操梦中杀人是在试探大家，说鸡肋就是曹操要退兵了，说活字旁边写一口就是嫌营地太小。这些话他讲得很痛快，觉得自己聪明无比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觉得让大家佩服自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结果呢，曹操最后以扰乱军心的名义把他杀了。杨修死得冤不冤？我说不冤，因为他不懂得守神，把自己的一切都摆在明面上，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论语里讲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，话要少说，事要多做。这不是叫你木讷，不是叫你沉默寡言，这是在教你保护自己的气场，保护自己的底牌。从命理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的嘴巴在命局里跟食神伤官有关。食神旺的人表达欲很强，口才好，但如果食神太旺又没有智化，就容易口无遮拦，把福气从嘴巴里漏掉，把运势从嘴巴里卸掉。我们讲相学，口唇厚实的人守财守命，福气深厚，说话有分量。口唇薄的人往往留不住财，也留不住秘密。这不是说嘴型决定命运，而是说守口的习惯决定了你能不能聚气，能不能把福气留住。你话说的越少，气就越凝聚，福气就越厚，运势就越稳。第三种是翻旧账、戳痛处的人。各位朋友，这种人在感情关系里最常见，也最伤人。平时对你很好，两个人相处也还算融洽，但一旦发生矛盾，他就会把你曾经告诉他的所有秘密、所有软肋全部翻出来，当成武器用来攻击你，让你难堪，让你崩溃，或者喜欢在外面讲你的糗事，把你的弱点当笑话传，以此来博取别人的关注，彰显自己。我给各位讲一个历史上的真实故事。汉朝有个大臣，出身贫寒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一步一步做到了高位。这是一段很励志的经历。他有个老乡，早年跟他有过几面之缘，就仗着这个关系，到处讲他年轻时的旧事，说他以前穷得揭不开锅，说他以前什么都不懂，甚至拿他的出身来嘲笑他，在众人面前让他难堪，以此来让自己显得见多识广。有故事可讲，这些话传到那个大臣耳朵里，他非常不高兴。后来那个老乡遇到了麻烦，想找大臣帮忙，大臣理都不理，这段关系就此彻底断了。这就是祸从口出的代价。你一时嘴快，换来了一生的疏远和隔阂。你接别人的短，讲别人的痛处，你以为在博眼球，以为大家都觉得你有趣，其实你是在给自己积怨气，是在造口业。这怨气迟早绕回来打在你身上，一点都不会少。我特别欣赏中国文化里有一种叫做厚道的东西。厚道不是软弱，厚道是一种真正智慧。一个厚道的人，他不会用别人告诉他的秘密去攻击人，不会在背后翻人的旧账，因为他知道这么做损的是自己的德，减的是自己的福，散的是自己的气。古人讲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这个殃不一定是大灾难，很多时候就是你慢慢的贵人越来越少，真心朋友越来越少，身边的人慢慢都跟你疏远了，遇到事情没有人肯伸手帮你，这也是殃，而且是最难受的殃，因为你还找不到原因在哪里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不翻旧账，
不接短处，他只处理眼前的矛盾，解决一件事就释怀一件事，不纠结于过往，只看现在。这才是一段关系能够长久安稳的道理，也是一个人能够越走越顺的根本原因之一。第四种是让你陷入无休止猜疑的人。各位朋友，这种人对你精气神的消耗是最深，因为它不是一次性，而是持续性、无休止，天天都在消耗你，而你还不知道根源在哪里，以为是自己的问题，是自己太敏感，是自己太多心。你跟这种人相处，心里总是不踏实，总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安感。他今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那个表情是在针对我吗？他对我是不是有什么不满？他是不是跟别人说过我什么坏话？这种猜疑的状态会让你心神不宁，让你的注意力全部耗散在无谓的解读上，完全没有力气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。从中医的角度看，过度思虑会伤脾，脾主运化，脾一伤，整个气血的运化就会出问题，消化变差，营养吸收不了，整个人就会越来越虚。你会觉得胸闷、胃胀，整个人很沉重，很疲惫。这不是比喻，这是真实发生在你身体里的变化，是中医几千年前就记录在案的规律。我认识一位老王，做财务工作的，心思很细，是个老实人。有一次他的同事随口说了一句，你最近状态好像不太好，就这么一句无心的话。那个同事说完可能就忘了，但老王开始在心里反复琢磨，这是不是在影射我工作效率低？是不是老板要让他来试探我？是不是公司要裁员，先来观察我？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人了？就这一句话，他反复想了2个礼拜，睡眠越来越差，饭也吃不下，整个人都不在状态，结果真的病了。医生说脾胃虚弱、肝气郁结，跟长期焦虑有关。你说这个病是那个同事造成的吗？不是，是老王自己造成，是他过度猜疑、过度解读，把自己的精气神耗干了。我跟老王讲，以后碰到这种情况，心里有疑惑，就直接去问，大大方方的问，不要在猜疑的牢笼里出不来。那个牢笼是你自己给自己建的，锁你的那把锁，钥匙也在你自己手里。凡事不要过度解读，不要自己吓自己，那只会把简单的事情弄得无比复杂，把一句无心的话变成你心里的根刺，越扎越深。这4种人，你身边可能有一种，也可能几种都有。你现在回头想一想，是不是已经有人浮现在你脑海里了？死前的问题，是人性最真实的照妖镜。各位朋友，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讲，就是关于钱的问题。我在课上经常说，金钱是检验人性最真实的一块试金石。任何关系一旦跟钱搅和在一起，就很容易变味。这是几十年观察下来的结论，没有例外。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男同学家里很穷，有个女同学觉得他可怜，就常常借钱给他，也不催他还，也没说不用还，心里想着能还最好，还不起就算了，当作善事。结果到了快毕业的时候，那个男同学请他吃了一顿饭，然后讲了一句话，把那个女同学气坏了。他说，反正你家那么有钱，你就别计较那点钱了吧。你说这个男同学错在哪里？他错在把别人的善良当成了理所当然，当成了他应得的，甚至当成了对方欠他的。这就是人性的贪婪，不是所有人都这样，但这种人确实存在，而且不在少数。所以我说，跟亲戚谈钱，
要亲兄弟明算账，把账算清楚了，其实是在保护亲情，跟朋友谈钱，要讲信用，讲自觉，真遇到困难要借钱，要谨慎选择对象，借了之后要心存感恩，及时兑现，哪怕只有几百块，那都是值得被珍视的信任和情谊。我特别欣赏中国人说的那句话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为什么古人要这么说？因为他们懂得别人愿意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伸手帮你，那不是应该的，那是情分。情分这个东西不保护就会消耗完，消耗完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5. 不懂守护自己的人最终走向何处？各位朋友，那些不懂得保护自己精气神的人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步？这不是我在吓唬各位，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不说出来对不起大家。我见过一位女士，心肠特别软，谁有困难她帮，谁有烦恼她听，谁来借钱她也借，借了不还的有，拿了就消失的有，还有在背后说她坏话，说她傻，说她好骗，说她这种人就是活该被人利用。结果这位女士越活越差，身体越来越虚，气色越来越难看，眼神里那种光也慢慢的没了，最后真的病倒了。躺在床上，她才想明白，她以为自己在行善，以为自己在积德，其实是在消耗自己，把自己的气漏干了。那些占她便宜的人完好无损的走了，她自己倒下来了。这就是懂得守住自己的代价。易经坤卦讲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但很多人只看到了后半句，只看到了载物，却没有看清楚前面的条件。地势坤，地之所以能够载物，是因为地本身是厚实的、稳固的、有承载力的，没有这个根基，谈什么载物？所以厚德不是无限制的往外给，而是在自己足够稳固的基础上去承载，去帮助，去付出。没有根基的付出，只会让自己枯竭，最后连自己都承载不了，还谈什么帮别人？这位女士的问题不是她不善良，她的善良是真实的。她的问题是不懂得在善良和自我保护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，不懂得在给予和守护之间画出那条线。这条线不是冷漠，不是自私，是智慧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，也是对真正的善的负责。6. 5条实实在在可以做到的建议。各位朋友，说了这么多，现在我给各位5条实实在在可以操作的建议，不是空话，不是大道理，是真正可以落地的方法。你今天听完，今天就可以开始做。第一条，管好你的嘴，这是最基础的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很多人以为管嘴是小事，其实这是根本，是所有功夫里面最核心的那一个。你开口说话，就是在消耗气，就是在往外漏。你说有价值的话，有实质内容的话，那个消耗是值得的，是有回报的。你说那些闲话废话，说别人的是非，说自己的秘密，说那些无关紧要抱怨，那就是纯粹的浪费，是把自己的福气一点一点的从嘴巴里漏出去。跟任何人相处，你只说必要的话。你的家庭状况、财务情况、感情经历、过去的弱点和痛处，这些东西能不说就不说。没到那个时候，没到那个关系，就不要说。不是叫你说谎，是叫你懂得保护自己，懂得在人际关系里留一份距离，留一份余地。经常跟学生说，出门在外，你的神秘感就是你的护甲。
你让别人看不透你，他就不敢轻易拿捏你，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底，他不知道你能走多远。中国人讲，话多无益，言多必失。这不是叫你变成一个无趣的人，而是叫你把话说在刀刃上，说在值得说的地方，说给值得说的人听。你不需要让所有人都了解你，你只需要让真正值得了解你的人了解你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。道德经讲，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。真正懂得守道的人，从来不急于表现自己，从来不把自己的一切都摊开来让人看，而是守着那份从容，守着那份动声色，守着那份让人看不穿的深度。这种人才是真正有气场的人，才是真正让人尊重的人，才是真正能走得远的人。第二条，定期清理你身边的关系。各位朋友，这一条很多人做不到，因为人情难断，因为觉得可惜，因为怕被人说薄情，因为害怕孤独。但我告诉各位，不清理才是真正的可惜，才是真正的孤独，因为你把精力全部耗在那些消耗你的人身上。真正值得深交的人，你反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经营了，反而越来越孤独了。这是因果颠倒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你认真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跟这个人在一起，我是充电还是放电？见面之前我是期待的还是有点抗拒的？见面之后我是精神焕发还是疲惫不堪？如果每次见面以后你都觉得很累，很压抑，说不清哪里不对劲，那你就要开始调整了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不要觉得可惜，不要觉得坚持下去它就会改变。你的精气神比任何一段感情都值钱，没有例外。你可以从慢慢减少联系开始，不用非得闹翻，不用弄得两看相厌，不欢而散。中国人不喜欢搞得那么僵，我也鼓励你搞那么僵，减少联系，减少见面，减少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他听，这就够了。慢慢的，这段关系自然就淡，自然就稀了。不需要宣战，不需要决裂，水到渠成就好。把那个位置空出来，空出来的位置才能让真正对你好的人进来。朋友在精不在多，这话你一定听过，但你一定没有真正做到。哪怕你生命里只有3、5个真正懂你的人，也比100个消耗你的人强得多，强得不止一点点。真正的朋友见一面是充电，2年不见也还是那个温度。消耗你的人见一面是放电，天天见面你也感觉不到真正的温暖。从易经的角度来讲，这叫取舍之道，也叫损益之道。易经里有损卦，有益卦。损卦讲的是减损，是取舍，是知道什么该放下。益卦讲的是增益，是积累，是知道什么该留住。这2卦相辅相成，没有损就没有真正的益。你懂得取舍，才是真正的智慧，才是真正在顺应天地运行的规律。第3条，学会独处。各位朋友，这一条很多人做不到，甚至根本不愿意做，因为一个人待着就会慌，就觉得没有安全感，就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弃了。但我要告诉各位，越害怕独处的人，神越是散在外面，收不回来。你越往人群里钻，你的神就越散，越散你就越慌，越慌你就越要往人群里钻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出不来。独处是让你的神重新聚拢的过程，是让你的气重新凝聚的过程，是让你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。就像一杯浑浊的水，
你拼命搅动它，它永远不会清。你把它静静地放在那里，不去动它，泥沙自然慢慢沉到底部，清水自然慢慢浮上来。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外面越乱，越要安静下来，越要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，让心里的浑浊沉下去，让清明浮上来。每天至少给自己半个小时，关掉手机，泡一杯茶，坐在那里，不被任何人打扰，不被任何信息轰炸，什么都不想，或者就是观呼吸，看气怎么进来，怎么出去，看自己的念头怎么起，怎么落，不去跟随它，就是看着它。你会发现焦虑慢慢消失了，头脑慢慢清晰了。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情，在那种安静里突然就通了，答案自己出来了，不需要你去绞尽脑汁，不需要你去问别人。这就是独处的力量，是任何外在的方法都替代不了的。中医讲神不守舍，久了是要出大问题的。什么叫神不守舍？就是你的注意力老是散在外面，老是在别人的评价上，老是在外部的事情上，老是在无谓的担忧上，就是不在自己身上。你要让你的神守在腔子里，守住了，你的气血才能好好运行，你的身体才能好，你的运势才能起来。神守了，气才聚，气聚了，形才健。这是中医最基本的逻辑，3000年前就讲明白了，今天依然如此。庄子里有个故事，我很喜欢讲给学生听。有个养蜂人，他的蜂不多，就那么几箱，但每年的蜜都是别人的2、3倍。有人问他秘诀，他说没有什么秘诀，就是别去打扰他们。你越去看他们，越去动他们，他们越不安，越不安就越不好好采蜜。你把他们安置好，别去打扰，他们自然就安定，安定了自然就勤快，勤快了自然就出蜜多。这个道理放在人身上也是一样，你把自己安置好，少受外界的打扰，少去打扰自己，你自然就安定，安定了自然就有力气，有力气了自然就做事顺，做事顺了自然就运势好根，就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份安定，那份沉静，那份不被轻易撼动的从容。第4条，从小事开始富养自己。各位朋友，这里说的富养，不是叫你花大钱，不是叫你买名牌，吃山珍，不是那种物质上的堆砌，而是对你自己的生命有一种郑重的态度，是一种由内而外地提升你生命质量的方式，是让你每天的日子过得有仪式感，有层次，有尊严。第一步是早起。从中医来讲，早晨寅时到卯时是天地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，是一天里能量最纯净、最有生命力的一段时间。你早起就能接到这股天地之气，这股气进到你身体里，你整天的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，做事都会更有力量，遇到困难也不容易慌乱。每天早起以后，泡一杯茶，在安静里规划今天要做什么，把最重要的3件事写下来。这段时间完全属于你自己，没有人打扰，没有信息轰炸，没有人向你索取。你用这段时间充了电，你一整天做事都会更从容，更有把握。第2步是收拾你自己的仪容，这一步很多人觉得小，觉得无所谓，其实大有讲究。中医讲有诸内必行诸外，里面的状态一定会显现在外面。你外表邋遢，说明你内心荒芜，说明你对自己的生命不够重视。你外表清爽得体，说明你内心有秩序，
说明你对自己是有要求的。每天早起10分钟，把头发梳整齐，把脸洗干净，穿身合适得体的衣服，这不是给别人看，首先是给自己看。你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一个精神的自己，你会对自己微笑，这种自信就是一种气场，一种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正气。贵人看到你，才会愿意靠近你，才会愿意跟你合作。第3步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适当运动。这3件事说起来人人都知道，但真正做到的人不多。战国时的蔡桓公，扁鹊3番5次提醒他有病，他就是不信，觉得自己好好的，觉得扁鹊在无中生有，结果最后病入膏肓，神仙难救。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，觉得年轻，觉得自己是铁打的，就透支健康来换钱换名，等到真垮了，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保养，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常说，健康是那个1，其他的财富、名利、地位都是后面的0，没有前面那个1，后面再多的0也是一场空。第5条，找到一件真正属于你的事，把它专注的做好。各位朋友，这是我今天给各位最高级、最关键的一条建议，也是从根本上守住自己精气神的方法，是一切方法里面最核心的那一个。请你认真听，庄子里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个木匠叫子庆，做出来的东西鬼斧神工，每次问世都让人惊叹，觉得这不是人力所为。有人问他有什么秘诀，他说，我哪有什么秘诀，就是在每次动工之前要斋戒7天，头2天把做好了能得到什么封赏，能得到什么好处，能受到什么称赞的念头全部放下，这是望力。第3、4天把外界评价和名声的念头全部放下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不管做出来以后别人说好还是说不好，这是忘名。第5、6天把自己的手脚、身体、记忆都忘了，忘了自己会不会做，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自己的存在。到第7天，他整个人进入了一种完全空灵的状态，心里什么杂念都没有，只剩下那件事本身，人和事合而为一了。在这种状态下，进山选木料，眼睛所见的那棵树就是他要用的那棵树，不需要思考，不需要比较，天人合一，自然而然做出来的东西，当然是鬼斧神工。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道理？专注本身就是一种最强大的护身符，是一种最高级的聚气方式。当你真正全然投入一件事的时候，外面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根本插不进来，因为你的注意力没有多余的，全都在那件事上了。你的神是凝聚的，你的气是收住的，整个人的状态是饱满的、充实的、有力量的。反过来，一个没有真正在做件事的人，注意力就会散在外面，散在别人的评价里，散在无谓的比较里，散在那些无休止的猜疑里。这样的人最容易被消耗，最容易被人拉着跑，最容易陷入各种无谓的纷争和纠缠，整个人的精气神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漏掉了，还找不到原因。所以找到一件你真正热爱的事，把它做深做透，这是从根本上守住自己精气神的方法，是一切修炼里面最扎实的那一种。不需要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需要是别人眼中的大成就，可以是写作，可以是种花，
可以是研究一道菜怎么做得更好，可以是练一门手艺，可以是读书，可以是学一门乐器。关键在于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是忘我，是喜悦的，是充实的，是那种进入心流状态的感觉，是那种完全投入忘了时间的感觉。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富养，才是真正的内在充盈。任何人都拿不走，任何运气的高低起伏都影响不了它的根。7，最后想跟各位说的话，各位朋友，我研究中国文化几十年，从易经到道德经，从儒家到佛家，从中医到命理，这些看起来不同的体系，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，就是守住自己的精气神。这是一切好运的根，一切财富的根，一切健康的根，一切幸福的根。道德经讲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这4句话是我最喜欢的4句话，也是我认为中国文化里最精华的4句话之一。知道别人是有智慧，了解自己才是真正的明白，胜过别人是有力量，胜过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。你把多少力气用在了解别人上，用在猜别人上，用在管别人上，用在取悦别人上，你就在往外漏多少气，就是在浪费多少本可以用来成长自己的力量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把那些力气全部收回来，用在自己身上，了解自己，管好自己，每天胜过自己昨天的状态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这才是真正的改命。我见过很多所谓成功的人，钱很多，地位很高，但整个人是空洞的，眼神里没有光，说话里没有生气，因为他做的那些事都是为了外在的结果，不是因为热爱，不是因为真正的内在充实。那种人，他的精气神是依附在外部成就上，一旦外部成就动摇，他整个人就垮了，没有根。而那些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的人，哪怕外部环境起起伏伏，他们的内心是稳的，是有根的，是有光的。那种稳是任何外力都撼动不了的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命好，不是八字好，不是流年好，是内心有根，是神守其位，是气聚其中。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从出生到离开，弹指一挥间，你的精气神就是你最大的本钱，是老天给你的最宝贵的东西。任何财富都换不来，任何地位都买不到。你把这个本钱用在消耗你的人身上，那是亏本买卖，是最大的浪费。你把这个本钱用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，用在真正值得的人身上，用在让自己成长的方向上，那才是复利，那才是越积越厚，越活越好。识别那4种消耗你的人，整天抱怨的人，刺探你底牌的人，翻旧账戳痛处的人，让你陷入无休止猜疑的人。认清了，就要懂得保持距离，不是冷漠，是自保，是智慧，是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态度。然后做好5件事，管住你的嘴，定期清理你身边的关系，学会独处，从小事开始富养自己，找到一件专注去做的事，把它做深做透。这5条不是什么神秘的法门，不需要花钱，不需要拜师，都是最朴实的功夫，是老祖宗几千年前就传下来的智慧。但你只要真正去做，3个月之内，你的气色，你的精神，你的运势都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。
这不是我跟你讲大话，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人用生命验证过规律。易经讲的感应之道，道德经讲的损之又损，儒家讲的与善人居，中医讲的神守其位，气聚则行健，佛家讲的口业因果，这些不同的体系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，你信不信试一试就知道了。不需要你全信，也不需要你全部做到，你先从最小的那一步开始，先管住你的嘴，先减少一个消耗你的人际关系，先给自己每天半个小时的独处时间，就这3件事，先做起来，坚持1个月，你再来告诉我，你有没有感受到不同？我相信你会，因为这是规律，规律不会因为你不信而停止运作，它一直都在那里，就像天地运行，不因任何人的相信与否而改变。你顺应它，你就顺；你逆它，你就逆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直接，没有任何例外。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，几千年前就想明白了，只是我们现代人有时候走得太快，把他们忘了。今天我们把他们重新捡回来，希望对各位朋友有所帮助。谢谢大家。